宇哥，来一件，把这瓜开了。不错不错，比昌河大哥切的瓜整齐多了。宇哥，你简直就是剑仙。我的剑多长，他的剑多长，这能比吗？剑仙的剑会拿来切西瓜吗？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苏沐雨，申爷，我做了个决定，要出趟远门。有些事情啊，总该有个了结的，不然呢，便会在心里有一道坎儿。就算平日里过得再快乐、高兴，只要一想到那道坎儿，就会忽然失去笑颜。去吧，只要不搭上自己的性命就好了。多谢申爷，我也知道过去隐秘，就该为我的家人做一些事情。你这不是杀人剑，而是有问道心。你要想清楚了，以后只做剑客，而不再是杀手。至少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想换一个身份，求一个答案。哦，什么身份？吴建成，少主。还有求你什么答案？无双城天下无双，但唯独剑字这一道，在吴建成面前无法无双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要问剑，无双城。玉树，瓜子就那么好吃吗？师傅，练剑就这么有意思吗？练剑并没有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从小便开始练剑。若有朝一日不让我练剑了，便会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练剑呀？不吃瓜子了？莫急，你是天生良才，每一步的雕琢都极为关键。曾经我的师父对我说过，我是为剑而生的。我苦苦修炼几十年，可是比我晚入世的李寒一，都已经成为了雪月剑仙，而我却还止步不前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师傅，我看你天天都来这湖边，却什么也不做。难道这湖里有什么宝贝吗？没错。师傅，这可是……这便是我们无双城当中最珍贵的宝贝——无双剑匣。这个剑匣当中有13柄名剑，其中一柄名唤大明朱雀，乃名剑谱当中排名第2。既是无双，为何又不是第一？第一乃为天子之剑，大明朱雀乃江湖之剑，当然敢称无双。等我杀了穆明策，夺取绵龙剑，一统3家，他不想当也得当。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。
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解散暗河，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少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。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大家长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战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起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神爷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沐雨，我一直认为你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原因。什么生死瞳？无妨，已经解了。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天下所抛弃的人，可是直到那一天，我知道你早已解了生死瞳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也小看了我自己。这些年我常伴大家长左右，我认为大家长是值得守护的人。好，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跟阿可亲如兄弟，就像你和长河一样。后来为了争夺大家长的位置，我失去了很多。阿珂也独自一人来到了这朱巢。我原本以为他也抛弃了我，可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他舍命救了我。唉，只可惜，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沐雨，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计划吧？你最终的目的是解散暗河，对吗？是。
我若独自一人离开，诸隐之人也都无法善终。我不希望他们整日活在杀戮之中。只有解散暗河，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像常人一样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若暗河如雨崩般散去，即便那些人势力再过强大，也都无济于事。你呢，长河？你是想执掌暗河，改变暗河，对吗？我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把这柄剑交给你，虽然我更想把它交给沐雨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做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上很多。你要打败的人，不仅是苏锦辉，也不仅是我，而是那些比我们要强大、要可怕数倍的对手。我和苏沐雨联手，就还没有输过。区区提魂殿，不足挂齿。提魂殿，那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中的傀儡罢了。几百年了，世人皆知，暗河是全天下最可怕的杀手组织。可是暗河的真相，就连暗河当中的刺客都不知道。所以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暗河的真相，岂能是这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？秘密就藏在我房间的密道里，待我死后，你们尽可去看。不过不看也无妨，当你手中真正握上这把绵龙剑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剑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雨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当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沐雨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暗河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情义，
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待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猪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愿大家长可登极乐。我以为你会劝我再去找神医治一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意义。必将跌落地狱，那便希望我们不会再见。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？老大该不会……有人过去了。大哥说了，等他消息。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可以妄动。这世上，只有你要拿这柄剑，我会让给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。毕竟朱颖12孝肯为你卖命，而彼岸的众人只会对我拔剑。我们就像说好的那样，你做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。果然，就算我让给你，你也不会拿。你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从此和暗河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你又为何一定要留下来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无欲无求。有的人想做英雄，有的人想做侠客，有的人想家财万贯，有的人想名震天下。暗河其实很强大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实现和改变很多东西。我有野心，而他们亦有所求。与其浪迹天涯，不如握紧手中的剑，和那些想要主宰我们命运的人抗争到底。说得好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就给我解了这奇毒。对，他们便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2个人，苏沐雨以及苏昌河。提魂殿，水关。方才你那段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并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手。作为三观，我仍然想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一切。虽然你们很强，但仍然不会是穆慈林的对手。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
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，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啊！我困于黑关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。血剑。正是，他仔细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研磨掌的可怕之处。过来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掌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研磨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研磨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棉蟒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，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至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
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霸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河。好。倒是像鬼归安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一春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听闻他病了，你还推脱，不肯见他一面。你对他也是狠得下心呐。你觉得他是真的生病？靖安侯府改谏让他来题字，如此作践于他，相比改名，有过不及。所以如今朝臣上奏，此事算是暂且结果。只是若非子元非要给太后送些佛经，也不至于引火烧身。不过我是没资格说什么。当年若不是我将帝家旧剑献给陛下，如今我哪有资格坐在这儿跟你促膝长谈呢？是不是？经历此事，我反而确信，他心性即便10年磨砺也未改变。改名也只是一时权宜，他到底是不能跟着弥天血债和解。我听你这话暗示颇多啊，你是觉得我骆家的归顺也是权宜之决，并非真心实意臣服于当今的陛下吗？你我皆是局外人，
与他的亲历，岂可相比？看来殿下因此怯于见他。其实你当初将他保下来，已属皇家厚德仁慈。如今倒实在不必将太子妃允诺贯彻到底。骆明熙，你在激我。我对紫渊从来不语，只是眼下他已归京，我更需筹谋周全，好保全他的太子妃之位。如何去做？接下来宫中将举办选妃大宴，在这之前，他若是能不惹人注目，一切便能水到渠成。如何哀悼？是啊，度日如年。但我若迫不及待，他必成众人眼中钉。殿下派去的暗卫，可也拦不住太后的懿旨。我的暗卫似乎总是派得不够妥当。只是安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既对北秦求亲置若罔闻，又不去看紫渊，你心念着被一钩记起的，不就是他吗？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凡俗之情，离太子妃之位总是最远。我不是说我对他动情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眼下选妃纷争，毕竟关乎江山社稷严根，人人都想入这个局，人人都有图谋。你想想，若是你因各种顾虑不愿意出面的话，他便不在风口浪尖之上，也有可能被有些人溺于水面之下。人心呐，从来莫测，多考虑清楚吧。日头这么烈，骆明熙，你大可不必送我。是骆大人。不过太子殿下还是如此细心呢。这京城向来此时日光最烈，今年看来又是干燥苦寒一起扎堆到来，但此时却是靖南长刺花开的最好时节。靖南从无严寒，不似京城，只是你我常年身在此地，也早应该习惯了。你这几日记得添衣。有劳挂念。你在做什么？起风了。看来这京城的风波漩涡，比想象中来的还快。殿下快回去吧，待会儿有大风雨。请。伞给你了，记得还我啊。太子殿下，好像要下雨了，让我搭个车吧。殿下，你刚迎来帝小姐，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的太子妃候选人，可是欢喜的紧啊！沈安乐，不要胡闹，我至今还未见紫渊一面。殿下这么说，难道是在向我自证清白和决心？那安乐可要心领了呀！你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公主，我深知大秦太子婚事即国事。只是如今，却也实在为难。哎呦，好大的雨啊！这
太子殿下嘴上为难，人还是主动的倒向了安乐这边嘛。把水擦干。我是怕你因风雨着凉，大理寺事务忽然打乱。打理那些事务，还不是为了给太子殿下解忧？你既为难，那不如让解百忧的安乐搭把手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听闻北清公主到了之后，陛下将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选妃大宴。为防止你怯场，明日我们在凌香楼演练一番，你觉得如何啊？荒唐！毕竟选妃宴上，殿下眼里可就未必有我这个任安乐了。又一年了，若不是这幅画，哀家都快忘了你的音容笑貌了。13年前你离去时，也是这种糟糕透顶的天气。当时我就在这里苦苦的等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你的遗照。如今连帝家孤女都下山了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善待她？为了帝家那个女人，你一向最是偏袒他们，可你从未惦念过我一分。说来，帝承恩近日有何异常啊？他虽侥幸逃过题词，但诵的佛经倒是比之前更认真了些。哼，究竟是虎是猫，哀家还得亲自瞧瞧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有人潜入我房中？帝小姐，什么事？帝小姐，太后娘娘传来懿旨，让你过去见她。太后娘娘愿意见我了，想必是对我的字很满意。皇家这道门，终究还是为我打开了。皇祖母一定会为难紫渊的。紫渊是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。帝小姐呢？被太后召进宫去了。
哀家一心礼佛，倒是忘了你还在这儿跪着呢，委屈你了。起来吧。太后能见承恩，是承恩的荣幸，跪再久都不会有怨言。今日哀家把你叫来，你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太祖的忌日。承恩这些年一直在岱山上手抄佛经，一是为了太后祈福，二是为了祈愿太祖保佑大晋江山万年。是吗？是。拿来，给哀家看看。帝家谋逆，论罪当诛。陛下能留承恩性命，承恩心存感激。你真的是这么以为的？是。帝家的罪孽，承恩只希望用余生能还清一些。哼，你这孩子倒是懂事啊。看来，这岱山的水土，确实是比靖南的水土要养人呢。子渊，这不是你，你怎么可能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将军，你在这里守了一天，发生了什么？您为何如此失神？我亲眼看见他对太后卑躬屈膝。他本不应该回京的，他不知道要面对什么。将军不必过于忧心，太后到底是后宫之主，行事……冷北，你不了解太后，也不知道她曾经都做过些什么。我自幼长于她膝下，可如今连见她都不愿，不敢。